방금 예서서 비님 많이 쓰시니 뭐. 응.皮亚请来另外一个工人，他们一起来焊接牛棚的架子。之前请的焊工要的工资很高，皮亚能够自己完成的工作，他都自己来安排，给米娜节省一些资金成本。焊接牛棚架子，皮亚一个人完成不了，他至少还需要一个帮手，所以他今天多带了一个工人过来。米娜给工人端来茶水，在炎热的户外劳作，他们需要补充足够的水分。看到工人们正在做的事情，米娜也会询问一下。作为主人，她需要了解整个工作的进度。米娜可不是什么都不管，她有自己的独立思想，遇到自己认为不对的，也会提出一些意见，供皮亚参考。دیوار بدیم دیوار این دیوار فرامون چی خاله دمای بخونه خیلی چه ساشو بی ها چه ساشو بی نه یا اینو ایره米娜说，大鹅不肯孵蛋，经常溜出去。7只大鹅白天都在外面开派对，留下蛋宝宝在家里没人孵化。皮亚建议他去城里的工业用品商店，那里有出售孵蛋器的。一些大型的养殖区都选择孵蛋器，而不直接用家禽孵蛋，效率更高一些。皮亚要把横梁架在柱子上面焊接，这个活还真的要几个人来做。为了给米娜节省成本，皮亚也是拼了。米娜在下面打打下手，先把家园里的建设工作安排妥当，他才会进城去处理官司的事，那边交给律师处理。米娜去也就是旁听一下，并不是特别关键。养奶牛是一件费钱又费精力的事情，一般牧民宁愿养一大群的羊，打理起来也比一头奶牛方便。不过政府有自己的发展规划，他们将土地低价出售，买了这里的地方，就要遵守政府的规划要求。养好奶牛也能够为米娜带来客观的经济收益。米娜今天还客串了一下小工的活，而且还是免费的，工人都是为自己工作，她则保证好后勤。以前的萨阿迪和小工过完年也就没有过来了，卡加之前也表示想为米娜工作，但是暂时还没有合适的工作交给他们。像这种焊工的活要比较高的技术，皮亚自己都只是客串，一些精细的活还得交给专业的工人。皮亚这边的工作安排妥当，哈米德来喊妈妈，他们要进城了。小哈的记性倒是挺好的，妈妈在吃饭的时候说过要去法院参加听证会，小哈也想进城，意味着又有零食和玩具，于是他才出来提醒妈妈该出发了。帕里亚是睡着的，米娜抱着他走，倒不用挑睡觉场所。小妹妹，
今天还把长筒袜也给穿上了。小美女越养越女性化，以后就不是哈米德复制版，而是正宗的帕小妹。长大后就会和哈尔哥区分开来的。米娜走进法院，之前有人说没拍到米娜进出的镜头，今天给一个。摄影师也是站在对面隐蔽拍摄，他是冒着风险的，要是被人举报偷拍政府部门，要面临罚款、没收设备，甚至有可能坐牢。这就要看拍摄的部门级别，一些重要的场所处罚的会严重一些，一些生活服务类的部门可能监管的宽松，甚至不处罚。由于家里有工人在干活，米娜参加完听证会，也没有在城市里过多的逗留，在回家前买一些羊肉回去招待客人。今天的听证会没有得到确切的结果，卡迪尔没有出席。按流程的话，法院会给他指派一个免费的律师，但也没有就位，所以最终结果还要等下一次的庭审决定。打官司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打官司，实在是耗不起。米娜在店里买了几斤羊肉回去，小帕妹也已经醒来了，大大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，没想到一觉醒来又来到了城里。米娜带着孩子们回家，哈米德喜欢吃西瓜，他们在常去的水果店里又买了一些水果蔬菜回家。哈米德挑了一个大西瓜，但是他不方便抱起来，还差点掉地上。老板给他拿一个袋子装起来，小哈还以为不给他买，差一点又要水漫龙王庙了。买到西瓜后，他才安静下来，又挑选了一袋猕猴桃回去。搬到城里后，青菜也吃得多了起来。他们吃青菜不用炒，都是生吃的，更加有营养。帕里亚咿咿呀呀喊着，他也要来挑选自己喜欢吃的水果。萨米和哈米德一人抱了一盒猕猴桃，兄弟两个就不会争抢了。他们提着买回来的东西，慢慢走回去。